您作为本市最神功的企业家之一，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您这里面是有什么隐情吗？朱总，有传言您是因为公司破产，从而对社会产生不满，所以才做出这种事的，这是真的吗？您拒绝了律师为你辩护的请求，您这是在变相承认自己的罪行吗？朱总，这是真的吗？朱总，你不说话是代表默认了吗？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全国的人民都在看着你。朱总，解释一下吧。朱总，解释一下吧。对社会产生不满。朱总。朱总，这些都是您的东西，我都帮您收拾好了。这么大的公司，怎么会？朱总，您是个好老板，我相信您一定会东山再起。到时候，我们都会回来帮你的。也许不会有那一天了。是你，没想到你还记得我。3年前你把我害惨了，今天我要看着你身败名裂。619猥亵少女案正式开庭。被告，你确定不需要律师而选择自行辩护吗？就这种人渣，还辩护什么呀？就应该直接判无期。我看判死刑还差不多。就是，还要请律师。被告，请回答。原来是这样。审判长，我选择自行。等等，他怎么来了？我是江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叶可依，我向法庭申请成为楚乔的辩护律师。这个楚乔做了这种丧尽天良的龌龊事，这个律师还得为他辩护，真的是为了赚钱，连脸都不要了。一看他穿的骚里骚气的，哪像个律师啊？分明就是楚乔的姘头，说不定呀，他俩还睡过呢。出境。被告，请问你允许叶律师作为你的辩护律师吗？审判长，我同意叶可依女士做我的辩护律师。叶律师，做咱们这行是要讲良心的，给这种人辩护，你不怕脏了自己的手吗？总比有些人心都是脏的要更好。那天晚上，你到底对林茶茶做了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件我认为对的事情。原告律师，请发言。6月19号晚上10点，被告人楚乔对我当事人林茶茶实施了强奸，事情败露后逃跑。案发时，当事人只有16岁。16岁，风华正茂的年纪，有大好的未来、大好的青春、大好的时光，就因为他的生气，毁掉了他的人生。审判长，被告人丧尽天良，毫无道德底线，简直没有人性。我代表当事人申请法院判他最高判罚。这就是我拼命救下的人啊，人心真是难测。最高判罚哪里高？最少也应该判死刑。就应该把他化血阉割，让他以后再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下面由我当事人对案件经历做一个介绍。林茶茶，请你把当晚的事情经过给大家讲一下。那天晚上，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顺便看看老师发的信息。
你，爱情好难。谁呀？别碰我！臭婊子，给我安静点！再敢，信不信我让你永远喊不出来？你再不来一步，我对不客气。臭，脾气还挺大，叔叔就喜欢你这样。那初音呢？你也不在乎他怎么想吗？他呀，巴不得我坐牢呢。毕竟，他的妈妈是我害死的。我每个月给你这么多钱，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楚乔，你少把你在外面工作上受的气带到家里来，搭到我身上。我是你老婆，我不是你的员工。我们早就该离，要不是因为洋洋，你觉得我会跟你在一起吗？现在就离啊！马上就离！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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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无心呢？啊，你连孩子都看不好。你不要这么用力的跟我讲话！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着急吗？你是公司的老板，你对我们要好一点。我不是你的员工。够了你！我不想和你吵架。洋洋，洋洋，洋洋。妈妈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你为什么不接？要是你接了，妈妈说不定就不会死。是你害死我妈妈，你根本就不会做我爸爸。当年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小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你还想让她失去自己的父亲吗？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是未来还可以改变。小颖恨你，你想让她一直这样恨下去吗？人心中的窟窿不会自己痊愈，只会越揪越深。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说出来，好吗？沈班长，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直到现在，我做梦还能梦到那个场景。如果当时不是有人听到，可能就……你差点毁了我女儿的一生。作为一个父亲，我这几天我非常难过，因为我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多数有孩子，如果不严惩这个人渣，我会放心让自己的孩子独自走在大街上吗？为了我们自己孩子的安全，他必须付出代价，必须受到重判。如果这种人渣都不能被判刑，那么法律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一定要让这种人得到应有的惩罚。重判呢？重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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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渣当老板，难怪会破产。未成年都晓得是谁，这种人就该枪毙。重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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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说点什么，任由这些人往你身上泼脏水。现在我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谁在乎真相？他们只想看到罪犯得到应有的制裁，而不在乎被制裁的是否是真正的凶手。不是他说的那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案发当晚，被告人楚乔经过那里，凶手不是他，还能有谁？好好的一个大姑娘，不可能拿自己的清白来开玩笑吧？我看这个楚乔啊，就是看现在的情况对他不利，狗急跳墙了。肃静！现在被告人还没有被判刑，理应具有反驳和发言的权利。被告，请继续发言。
审判长，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原告说的那样，事实恰恰相反。这人好像是演员学校的。玉飞，你没事吧？我肚子好痛啊！来，我帮你。哎，行，慢点。玉飞，你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不认识了！啊！救命啊！救命啊！干嘛了？项链呢？哥哥送我的项链呢？被告，你能保证你刚才所说话的真实性吗？千真万确。胡说八道！我女儿健康的很，是要你去救吗？你分明就是见色起意，想要强奸我的女儿。现在编了这么一个故事，你以为你就没事了？你这个人渣，强奸女孩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想让法院判你无罪？你连做个人都不配。楚乔，你就是个人渣，留着就是个祸害。你要有点良心，就赶紧认罪。我说的都是真的。原告律师，对于被告刚才对案件描述，你还有什么疑义没有？被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证据，或者说什么人能证明你刚刚说的话？没有。那是不是能说明你刚刚说的都是假话？清者自省，我说的都是真的。若说犯罪，林查查一家扭曲事实，污蔑我的清白，才是真正的犯罪。被告人，我很欣赏你的勇气，但这是法庭，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现在怀疑你为了脱罪，谎话连篇。审判长，我申请对被告人加重判罚。审判长，我申请对被告人加重判罚。审判长，我反对。原告律师仅凭自己的臆想就否定了我当事人的发言，这是极其恶劣的诬告。哼，诬告？我没有诬告，这不是我的臆想，而是整个社会对被告人被判罚的强烈愿景。审判长，我们的庭审正在全国直播，影响甚大。如果犯罪的人不能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律的威严将会成为一个笑话。原告方律师，你所说的这些都是你个人的观点，又怎么能代表整个社会？关于这点，开庭前我收集了一些社会上的看法，你可以看一看社会对被告人的看法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大家请看大屏幕。最近619猥亵案啊，在我们城里啊传的是风风火火的，让我们采访一下路人。哎，您好。我觉得呀，这个楚乔就是凶手，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一个还在读书的姑娘都下来去手。不然呢？他被抓进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去找证据呢？这种人连畜生都不如。以上呢就是619猥亵案我们对街头的采访。正如大家所看的，我们社会大部分人都希望对被告予以重判，而我只不过替大家说出来而已。被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案发至今过去1个多月了，为什么你没有找别人，或者说律师去搜寻对你有利的证据？这是不是说明你心虚呢？审判长，现在我们整个社会都希望被告人能得到重判，而他并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已经很明显了，被告人楚乔就是本案的凶手。让法律还我女儿一个公道，把这个人家弄进牢里，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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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长，等一下。审判长，我有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有罪，究竟是由谁来决定的？当然是由法庭通过证据的举证，然后做出是否有罪的判罚。没错，
就算我的当事人有罪，那也应该受到的是法律的制裁，而不是用这种采取民怨的方式对我当事人进行人身上的攻击。更何况，我的当事人还没有被法院裁判有罪。大家请看。呸！我的当事人还没有被法庭判处有罪。但是就是被这些不明真相的人肆意的对他进行侮辱，难道这对他来说是公平的吗？这是正义人士自发的行为，因为被告做的是丧尽天良，我们也没有办法。但这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在证据不完整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人民即将爆发的情绪，就对我的当事人进行精神和人格上的侮辱，难道这是合法的吗？这有什么？谁让他做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活该。就是给他泼油漆算什么？没给他火化就算轻的了。如果有人诬告你做了一件你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你有罪，你就被判了刑，你会服气吗？还有你，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的家被砸了，你的亲人被人肆意的侮辱，而从此以后你只能活在别人的白眼和歧视当中，你甚至都没有机会为自己开口辩驳，只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错的，你会服气吗？审判长，我认为法院的判罚是基于证据链完整的情况下，而不能来基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来影响法院的判罚，被告方律师，你不是要证据吗？好，我给你。审判长，我请求我方1号证人出庭。允许1号证人出庭。二位，当天晚上是那个男人猥亵了我的当事人吗？瘦瘦的，高高的，就是他。那天晚上就是他欺负的人家小姑娘。没错，就是他，他就是那个专对小姑娘下手的变态。请问2个证人，你们有谁是直接看到了作案现场的？假不了，肯定就是他，我拿我的人格做担保。对啊，法官大人，您要是不信，可以问李平。那天晚上，我可是清清楚楚的看到凶手。他那天离现场最近，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他可能就得手了。牛、蛇、羊，那怎么又没中？靠！喂，干嘛呢？那天就是他对这个小姑娘动手动脚的，肯定想猥亵她。楚乔，今天我要让你身败名裂。现在的女孩这个晚上还是要早点回家呀，毕竟谁家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被这种变态给盯上。听说啊，这个林查查还跟楚乔的女儿是一个学校呢。啊，还有这种事情？该不是楚乔早就预谋好了吧？就等着林查查落单。像他这种变态，说不定连自己的女儿都……闭嘴！你们可以侮辱我，但这件事情与我女儿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把她扯进来！你猥亵我当事人的时候，有没有知道她也是个女孩？谁家长上名姑，是不是当公主？她就活该被你猥亵吗？她就是一个人皮的恶魔，大家不要被他骗了，他这是在演。他的目的就是要博取我们的同情，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个楚乔为了脱罪，居然用自己的女儿妈大是人渣，都是抬举他的。这样的爸爸，那女儿能好到哪去？说不定啊，他女儿的私生活比楚乔还花呢。苏静，这里是法庭，代表着法律制度的公平。即使他是犯了多大罪的人，他的家人也不应该牵扯进来。更何况他还没有被判刑。被告人，我再次警告你，注意自己的言行。如果你再有这样的举动，我将代表法庭剥夺你在庭审现场的发言权。原告方证人的发言完毕。被告方律师，针对证人的发言，你有别的反驳的证据吗？没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原告方1号证人。原告方1号证人距离现场最近，你已经承认你无法辨认那天晚上你就是我的当事人，所以你们2位还确定你们发言的真实性吗？还需要我向你们提示做伪证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吗？法官大人，那天晚上我刚睡醒，我只是听到点声音，我也记得不太清了，可能是李平描述的太像他了，我就误认为是他。
肃静！这里是法庭，你们把这当成菜市场了吗？像什么样子？被告方律师，请你继续。审判长，原告方1号证人的证词已经承认，他无法确定看到的人就是我的当事人，所以我认为原告方1号证人的证词不能作为判罚的直接证据。审判长，案发地位置偏僻，人烟稀少，我方证人最近天色原因没看清楚，但是当地有监控，监控显示只有被告人一人经过了此地，就算我方证人没看清楚，那么罪犯不是楚乔又是谁呢？微乎其微不代表不存在。你把一个不确定因素强加给我的当事人，给他加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可以反告你诬告。诬告？如果你对我的证据和我证人证言有疑问的话，请用真凭实据来反驳我，而不是抓住我方证人的语言漏洞来颠倒黑白。被告方律师，我请问你的证据？我们没有，但是你们也没有证据直接证明那人就是这个。法律规定疑罪从无，疑罪从无，都这样说了，还有什么疑虑的呢？审判长，我方证据完备，请求当庭判罚。经过我方讨论，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是成立的，但是不能作为判罚的基本依据。如果想让法庭对被告人作出判罚，必须由原告提供全面性的证据。原告方1号证人，你可以退庭了。我方不仅有人证，还有物证。这份报告是我们从当事人指甲中提取的皮肤组织的 DNA， 经过医学鉴定，这份 DNA 来自于被告人楚乔。这怎么可能？请问你看到了什么？一个黑丝美女。大家请看，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的证人视力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出众。据证人所描述，你距离案发现场还有10米左右的距离，而且当时天色已晚，光线昏暗，视线受阻。请问你是如何看得清楚实施犯罪的人就是我的当事人？原告方1号证人，我想向你再次确认，你确定看到的人就是我的当事人吗？审判长，我反对。被告方律师对我方证人施加压力，这是基于法庭的制度对证人正常的询问。原告方1号证人，我有必要提醒你，根据刑法第305条规定，作伪证导致法庭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原告方1号证人，请回答我的问题。审判长，我抗议。被告方律师对我方证人施加压力，企图让我方证人改变原有证词。被告方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行。原告方证人的证词对我们本次的判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本庭要再次的跟你确认一下，你那天晚上看到的人是被告本人吗？其实我也没太看清。这份 DNA 来自于被告人楚乔，这怎么可能？这个 DNA 是那天我救他的时候，他抓伤我留下的。这份报告代表着当天案发现场被告人楚乔犯罪的铁证。如果那天实施猥亵的人不是楚乔，那林查查的指甲里为什么有他的 DNA？ 经过我们查验，鉴定报告是真的，这里边确实提取到了被告人楚乔的皮肤组织。这个楚乔可真能演，我们差点都被他给骗了。如果让这种人逃过一劫，他对社会的危害可就大了。审判长，现在我方人证物证俱在，请求当庭判罚。就是，如果这样还不能让这个人渣进去，那这个世界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619猥亵少女案，原告
证据链完整，被告人犯罪无疑，因此本庭宣布。很精彩啊，被告方律师。你刚刚所提的案例只是个例，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被告当时救助了我的当事人呢？没有证据。那我是否可以怀疑你所说的案件与楚乔女士少年案没有实质性关联？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把一个有罪的人伪装成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呢？您可是鼎鼎有名的大律师啊，多少名门权贵想找你打官司都得排队。像这样没有油水的小孩子，你当然不会知道。没有知名度不代表它不存在。审判长，我向法院申请启动隐身条例，我想把这个案件完完整整的讲述出来，从此来证明因见义勇为而被诬陷的这件事情是真实且存在的。审判长，被告方律师所说的案件与本案并无实质性关联，他的此番举动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因此我请求法院驳回他的隐身请求。被告方律师选择启用隐身是符合法庭的基本流程的。原告律师，你的抗议是无效的。被告方律师，请继续。事情是这样的，3年前，钱大叔下班回家的路上，正好碰见有个女孩跳舞。好心的钱大叔就上前救助了这个女孩，可是这个女孩……姑娘，姑娘没事吧？姑娘。姑娘没事吧？姑娘，谁让你救我的？滚啊！别拿你的脏手碰我，信不信我报警啊？不是，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的？我好心救了你，算了，就当我好心的热力干废了。这个女孩不但不感谢钱大叔，还将他……被告因在5月18号晚猥亵原告，给原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心理创伤，判处被告3年有期徒刑，但因被告态度良好，原告也有意和解，所以改判被告赔偿原告3万元作为精神损失费。这种底层人的钱还真是好赚。我明明救了你，你为什么诬陷我？为什么？因此，本庭宣布。审判长，请等一下，我想请问，难道我当事人的 DNA 一定是在实施犯罪的时候而留下的吗？我的当事人说过，案发当晚他其实是在救助原告。那么，原告指甲中的 DNA 为什么没有可能是我当事人在实施救助的情况下被原告不小心抓伤而留下的呢？我曾经接手过一个案件，是关于一个见义勇为的农民工救了一个落水的女孩，最后反被诬陷成猥亵罪的卷宗，而我手上的就是一份 DNA 检测报告，和本案一样，从那个案件中原告自己的指甲中提取到了钱大叔的 DNA， 从而导致那位农民工被误判。我向法院申诉，改判他无罪。当然了，那个案件中的原告也在法院上亲口承认，检测报告里的 DNA 就是钱大叔在救治他时所留下的，而他就是想勒索钱财，所以才利用了这份检测报告，导致了法院的误判。所以你们怎么确定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呢？你们怎么确定自己正在审判的就是一个实施犯罪的罪犯呢，而不是一个真正见义勇为的英雄？老板，老样子，来碗素面。滚出去！我这家店不做这干的生意，这么大的人了，一个小姑娘都下得去手，真他妈不嫌丢人。那不是我干的，我是被冤枉的。你看，这是不是你？改判被告赔偿原告3万元作为精神损失费。这种畜生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也不知道什么样人能生出这种畜生来。对呀，法院为什么不直接判他死刑啊？还出来祸害社会？下次再来我们店，对你不客气，呸，晦气！没事，我不是罪犯，我不是罪犯，我不是，你就是罪犯。走，拿上你的东西滚蛋！阿姨，我爸爸不是那种人。你说再多都没有用，谁不知道你爸爸是个变态？我这儿都是女租客，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你
你来的刚刚好，你东西啊我都给你清出来了，收拾你的东西，滚蛋！变态！谁不知道你是个变态？我这都是女租客，你为啥这么租房子？给我滚！你怎么说话的？我爸爸他一定是被冤枉的，他不是那种人。还被冤枉的，网上都爆出来了，法院的判决都下来了，这还有假呀？滚！玲玲别说，我们走。你有多远滚多远。玲玲，对不起，都怪爸爸，让你给我受罪了。没关系的，爸爸，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的。玲玲，你放心，爸爸一定会把我的清白找回来的。你呀，你后边，你前面你啊，去，别坐，坐不起的车。啊，你好，我找何律师。我这次今天不在，我就1分钟，1分钟不行。走。你的秘书怎么当的？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种案子你就别放在我头上，听明白了吗？这个案子还需要律师吗？闺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次有个很厉害的律师要帮爸爸，你放心，这次爸爸一定会胜诉。爸，你怎么了？爸，你说话，你别吓我啊！为什么？我爸爸他只是想要证明他自己的清白。为什么会让他承受这么多？为什一个人为了做一件好事，导致他的家庭支离破碎，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这是这个世界的悲哀。被告方律师，你不要转移话题，你说的案例与本案并无实质性关联。不，这2件事是有共通性的，他们都是想做一件见义勇为的事，被人冤枉，他们都是被这些不明所以然的人被人侮辱，他们想要的是想夺回属于自己的清白。审判长，这件事情不仅影响到我当事人的声誉，更对整个社会的风向有巨大的影响。如果说见义勇为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么我想请问，以后遇到这么不公的事情，谁还敢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审判长，他在强词夺理，应该人证物证都证明被告人就是凶手，而他企图讲一个故事，把罪犯洗脱成一个英雄，他们蔑视法律。没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你以为编个故事就能改变法庭审判，把我们当傻子了吧？这个黑心律师啊，跟楚乔肯定是一伙的，谎话张口就来，我们差一点都被他给骗了。这个律师为了赚钱，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这种人就应该跟楚乔一样一块判了。肃静。接下来，本庭将请来一名法医来证明被告律师刚才观点的可能性。请法医。这份报告提取出的皮肤组织过多，说明被告和原告之间曾有过激烈的肢体接触。楚乔，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法医都说了是真的，那这个 DNA 肯定是楚乔侵犯林查查的时候留下的。这个叶可依可真会颠倒黑白，差点把我们都骗了。
但肢体接触的可能性很多，即使是指甲触碰了皮肤，也会留下 DNA。因此，从法医的角度来说，我无法断定这 DNA 是通过何种途径留在原告的指甲中的。不可能！ 723猥亵案，犯人是受害者的邻居，他的受害者父母不在家，深夜偷偷潜入，对原告进行了猥亵。受害者年仅17岁，他的下体严重受损，后半生不能自理。207酒吧迷奸案，犯人用3唑论迷晕了受害者，并且联合黄某、赵某等5人对其实施了1晚上的性侵。事后经过抢救，虽然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但是受害者没有了生育能力，而受害者 还是犯人女儿的同学。这些案例是我国近10年来与本案性质相同的案件，除了被告律师说的案件之外，其他的无一例外，被告全部判处有罪。上述的凶手有2个共同：第一个，专挑熟人或者容易掌握的人下手；第二个，在实施犯罪前都有周密的计划，而这些与我本案完全符合。犯人们虽然都已落网， 但是这些犯罪分子，他们所受的刑罚与他们做的恶行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甚至在一些无德无良、利欲熏心的律师的帮助下，这些禽兽差一点儿就摆脱了法律的制裁。原告律师，你是在暗指我吗？当然没有，被告方律师。不过你的某一些做法，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因为一些利益让你帮助罪犯脱罪？我坚信我的当事人绝对是无辜的，而且 我为他辩护，完全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清白的人被这些不怀好意的人栽赃。栽赃？这是栽赃吗？结果你们就他一个人出现，他不在犯罪，谁在犯罪啊？经过就代表实施犯罪吗？难道没有巧合的存在吗？巧合？巧合我当事人出现在那里，巧合我当事人遇到危险，巧合他经过那里，巧合他帮助了我当事人，有这么巧合吗？被告人，我问你一个事情，你家跟案发现场是完全2个方向，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我靠！难道这个楚乔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林查查一家还真是狼心狗肺，楚乔好心救了他们，还被他们诬陷告上法庭。不可能！我没有伤害我女儿，他们2个人会发生那么激烈的冲突啊！你们2个一定是串通好的，一定是串通好的！楚乔以前是个老板，肯定私底下给了法医一笔钱来帮自己脱罪。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原告方，请注意你的言辞。法医是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他是站在事实的角度进行阐释的。如果你有什么疑义，请向上级法院进行申诉。我只是无法断定原告指甲中的皮肤组织是出于什么情况下留下的。我并没有否认被告猥亵原告的可能性。 被告人猥亵我当事人的可能性依旧没有排除，而这份鉴定报告依旧是本案判罚的关键性证据。疑罪尚且存无，而且你方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的疑点，怎么能成为判罚的直接因素？鉴于这份报告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所以本庭将这份证据暂作保留，但是呢，无法作为判罚的直接依据。原告方律师，你还有什么证据可以提供呢？审判长，我方请求进行隐身条例。允许。 那个方向是我女儿学校的方向，我想去看看她。当时已经很晚了，你女儿的学校早就熄灯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晚去找她呢？这个逻辑说不通吧？我的公司破产了，我找我的女儿倾诉一下，难道不可以吗？好，当然可以。但是我怎么听说你跟你女儿的关系并不好呢？你们每次见面都会吵架，这是你的邻居说的，所以你当时过去并不是找你女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的当事人跟你女儿是同学，她年轻、漂亮、有活力，而你的内心想把她占为己有，但是你没有破产，所以你不想放弃一切，你就把这颗邪恶的种子埋放在心底。你撒谎！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你没这么想过。后来你破产了，家庭不和，事业不顺，你有很大的压力，无处释放。正巧我当时经过那里，你恶胆相生，你抓住他，控制他，他反抗，他不从，你就捏住他，控制不了，因为你要虐他。告方律师企图通过语言的压力来迫使我的当事人承认他没有做过的事情。原告方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辞。对不起，
是我失态了，但我所说的全部是真实的。被告人对我当事人做的事情丧尽天良。审判长，我申请让我方2号证人出庭。领导好，领导好。见过这个人吗？那天除了林查查，我没有见过其他人。楚乔，这个人可是我为了把你送进去而精心准备的。原告方2号证人，你现在可以发言了。那天我喝完酒，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个男人就是他，跟被一个小姑娘喝饮料，那小姑娘刚喝一口，就走起路来就歪歪扭扭的。这人肯定给他下药了。你撒谎！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原告方2号证人，你的证词过于的模糊，你还有更加直接的证据吗？有，那天我还特意录了视频。这什么破节目，一点也不好看啊！不对，这个时间点不对。这个楚乔真是一个畜生，来烟的不行，还要给林查查下药。这个东西都能随身携带，难道说他是个惯犯？不对，我那天晚上10点40才离开的公司，视频里面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这证据都摆在面前了，抵赖还有什么用？这凶手除了你还能有谁？把这人渣送进去，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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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长，安静。我当事人已经表明了，在这个时间段，他没有在案发现场，而且这个视频模糊，无法辨认里面的人究竟是不是我的当事人，所以这条视频没有办法作为指证我当事人的证据。那如果再加上这个呢？这个瓶子是我们在案发地100米的垃圾堆里找到的，这里面不光有3撮轮，还在瓶子的外侧发现了被告人楚乔的指纹。楚乔，这下子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林老板，那个饮料瓶找到了吗？没有，在知道这件事的第一时间，我就派人去找了，到处都找遍了，但没有。我也问了那个人，他也说了，就是丢在了附近。那林小姐当天穿的衣服呢？林老板，周律师，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不希望出任何问题。你背后的老板也是。林老板，你要有信心，只要楚乔进去了，一切都结束。再会。被告人，我问你，你说你10点还在公司，那这个指纹你该怎么解释呢？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你是在污蔑我！陷害我？陷害你？我拿什么陷害你啊？我拿我女儿一生的情怀来陷害你吗？审判长，被告人的罪行令人发指，还毫不悔改，企图制造不在场证明，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我提议法庭加重对被告人楚乔的判罚。法官大人，我能作证那个时间点，楚总并没有离开公司。这是你公司的员工？对。
好，看，可以了。林小姐，我想确认一下，当天晚上你见到楚乔的时间是晚上10点吗？当然了，这个很重要。玩的屁你不成？这位先生，这是法庭，任何的证言是要讲证据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根据民事诉讼第75条，任何有关案件的单位与人都可以成为证人出庭作证。审判长，我向法庭申请将这位先生转告成为我方的1号证人。被告方律师提出的申请符合法庭条例的正常流程，予以通过。接下来，请被告方1号证人到证人席发言。他说的是假的，那个视频里面的人根本就不是楚总。哎，小蛋，你胡说些什么呢？那视频可是我亲自拍的，还有那个人，我也是亲眼看见给那个女孩喂药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你不会和那楚乔是一伙的吧？原告方2号证人，请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被告方1号证人，请问你为什么觉得视频里的人不是被告呢？那天晚上，我跟楚总一起离开的公司，我清楚的记得，我们离开公司的时间是晚上10点40。因此，我提议法庭加重对被告人楚乔的判罚。审判长，原告拿出的证据存在时间上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这个不确定因素还需要律师。如果说你有能证明被告不在场证明的证据，请你拿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被告人楚乔犯罪的铁证。这个楚乔真的是个畜生，居然要迷药迷奸一个还在读书的姑娘，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姑娘被他给祸害了。估计碍于他的背景不敢说而已。像他这种人啊，就应该被千刀万剐，就应该让他永远在牢里都不能出来。宣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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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没有做过？我发誓，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那这个饮料瓶上怎么会沾有楚乔的指纹？法官大人，我能作证那个时间点，楚总并没有离开公司。审判长，我方证人已经证实，在当晚的10点10分，我的当事人还在公司。那么我想请问，刚才的那条视频当中出现的人又是谁呢？我也想问，你说的那个饮料瓶上的指纹，为什么会是我当事人的呢？审判长，我有理由怀疑原告方律师作伪证，从而影响法院的判罚，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违法行为。一个说楚乔10点给林查查下的药，一个说楚乔10点40才离开的公司，谁说的才是真的呢？但他们两个当中肯定有一个说谎。审判长，我申请对被告方1号证人问几个问题。被告方1号证人，你刚刚称呼被告为楚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又为什么出庭作证呢？我是楚总公司之前的员工，他是个好老板，我们都不相信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所以你出于什么目的要陪被告在公司待那么晚？那天是公司清算的最后一天，我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陪楚总的。那你们的私交挺不错喽？不止我，公司的其他员工楚总都很照顾，所以我们不想看他坐牢。好，那我就知道了。审判长，被告方1号证人存在向被告方偏向的情绪，那么在这种情绪下，被告方1号证人的言辞会向被告方有利的方向拓展，所以他的证言不能作为不在场的证言。这人以前是楚乔的员工，肯定是楚乔给了他什么好处，来法庭做伪证，大家别被他骗了。说的对呀，他们2个人以前就认识，估计私下里做了一些肮脏的交易。为了钱给这个人渣做人证，还有没有点良心？难怪能进楚乔的公司，他多半也是个人渣。不是的，楚总的确是晚上10点40才离开的公司，我没有说谎。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被告人离开公司是10点40，那个时间点早就过了下班的时间，难道你是卡着时间下班吗？那天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拍了个视频，有视频为证，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天晚上我看楚总情绪比较低落，我怕他想不开，所以就偷偷跟了他一段时间。然后我的老婆就给我打电话查岗，我就录下了这段视频。老婆，我跟楚总在一块儿呢。这段视频清楚地拍到了楚乔的正脸，而且这上面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40，与被告方证人所说的是吻合的。楚先生，听说原告林叉叉是您女儿的同学，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对她做出这种事情？有人传言您跟这位叶律师有着别样的关系，所以他才会出面帮您辩护。请问这是真的吗？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对她做出了这种事情？记者黄良，公号0917，林立报社的记者。你刚才说的话是对我当事人极其恶劣的侮辱。本案结束之后，我会代表我的当事人向你提起诉讼，你可以继续提问或者录制，不过你要做好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准备。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人谁啊？什么关系啊？跟上去拍。周律师，那个视频没有问题吧？林老板，你放心，那个视频是真的，不过用了一些拍摄手法。好，看，可以了。林小姐，我想确认一下，当天晚上你见到楚乔的时间是晚上10点吗？当然了，这个很重要。我还能骗你不成？辛先生，来，拿好了。辛先生，到时候你知道该怎么说吧。放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孙先生，您是明白人啊，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如果不是林小姐记错了时间，恐怕楚乔早就判刑了。你什么意思？我爸给你这么多钱，不就让你来解决问题的吗？闭嘴！周律师啊，事到如今，最重要的是下午开庭的时候，怎么把楚乔给摁死？摁死楚乔很简单，我有一个办法，不需要我们动手，他自己会认罪。说啊，林老板，你是一个生意人，应该明白这1分钱1分货的道理。周律师，后边我们可输不起了。林老板，别这么紧张嘛。我是这么想的，回去的时候再找一个人，这个人他拒绝不了。你可真够坏的啊！这么没人性的招也想得出来。不过，要是楚乔不肯就范的话，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不肯就范，那他下场会更惨。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后手。后手来了。楚乔啊，楚乔，你可别千万着急认罪啊，否则我可欣赏不到一出好戏了。与被告方证人所说的是吻合的。审判长，这样说来，这条视频就是我当事人最好的不在场证明。那么，原告所提供的证据理应无效。按照政治规定第15条，以视频、音频等不想在法庭上作为证据，需要专人鉴定其真实性，否则的话，不排除作伪的可能。如果按照原告方律师所说，我们所提供的视频需要做真实鉴定，那么你们又怎么证明你们的视频真实性呢？我们的视频证明了被告人曾对我当事人做过这样的事，而装有迷药的饮料瓶上的指纹才是本案判罚的关键。那如果说……安静，本庭将派专人对两方的视频进行鉴定，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本庭决定休庭2个小时，等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审理。被告人楚乔在此期间
你将由本庭代为看管。如果在鉴定期间发现哪一方的证据作假，那么我将代表法庭将这一情况进行记录，在审理案件结束之后，对其进行法律上的追诉。楚乔，我让你多自由2个小时，开庭之后我会亲手把你送到牢里去。以上就是本庭根据本案的情况做出的决定，双方还有其他的意见吗？没有。好，那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休庭，下午2点将对本案再次审理。退庭。爸，别生气，是哪样？要是你再次被抱出去，我就完了。爸，你记着啊，这种事情我只替你摆平1次。还有，那玩意儿不准再碰，会把你脑子搞坏。哎呀，知道了，爸。爸，你怎么没直接找人把他弄死？花了那么多钱，只是把他送进去，也太亏了点吧？你懂什么？那样就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下半辈子都在牢里度过，这样才能解3年前他害得我差点破产的心头之恨。顾总，贵公司刚刚成立几年吧，就想吃下欧记公司的订单，这胃口未免大了点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嘛。有胆色。不过这笔订单，我们豪旺集团势在必得。当然，我也很看好贵公司的潜力。如果你愿意合并到我们公司旗下为我做事的话，我是不会亏待你。价格随便填，我全部还价。林总，这笔订单，我想跟你公平竞争，我有能力也有信心可以赢下来。这点小钱啊，收起来吧。有点漂亮，你用得着我吗？明天帮我约一下欧记公司的郑经理。好的，林总。郑总，我与欧记集团的那笔订单就靠你了。豪旺集团实力强大，规模更是遍布国内，自然是我欧记集团合作的第一人选。只不过这个数是不是应该加点？郑总要的多了点吧？是吗？没关系，那我去找林颖好了，他们应该很希望跟我们合作。等一下，郑总，我们是第一次合作，为表诚意，我愿意付出这点代价。那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听着，抵押公司所有资产，再给银行贷款5000万。无论如何，把与欧记集团那笔订单的芯片给我赶出来。什么？你说什么？欧记公司查到了豪旺抄袭专利，取消我的合作资格，这是怎么回事？你收钱的时候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这是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我已经抵押了我公司所有资产，还借了一屁股外债。这时候你说取消合作，你不是把我举入了弊吗？你收我那么多钱，你有想想办法。喂，王八蛋！花落这家还尚未可知呢，别到时候被我这个小公司搞翻了。对，楚乔，一定是楚乔。祝咱们林颖步步高升，资产过亿！好。
姓涂的，这批王八蛋，就为了得到订单，却向欧记公司爆我的黑料，我弄死你！你们公司抄袭专利的事，是人家欧记公司自己发现的，与我们无关。还有，在咱们行业里，抄袭专利就是禁止。少他妈废话！那天从欧记总裁办公室走出来的就是你，在这还庆祝上了！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姓楚的，咱俩不死不休！不等着！我想问一下，欧记公司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呀？论规模、论产量，豪旺集团都比我们更胜一筹啊。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市场调查，主要是发现了他们对另外一家公司呢有一个专利抄袭，而我们欧记公司呢非常注重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那虽然你们公司呢规模没有他们大，但是在速度和质量上却高出他们一筹，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你们的原因。那楚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了，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林总，那个是公司的楚总，他不会是来跟我们抢那个订单的吧？一个野路子出身的小公司也配和我争？楚总，我给你的建议考虑的怎么样？只要你同意收购，你们灵影至少还能在我们豪旺手底下捞点汤喝，你也不至于光着屁股离场。林总也太自信了吧？花落谁家还尚未可知呢，别到时候被我这个小公司搞。敬酒不吃吃罚酒，楚乔，就等着倾家荡产吧。楚乔，楚乔，你没事吧？是不是周成跟你说了什么？啊，你修订时间起诉，请被告人出席。不管怎么样，先出庭，相信我。林先生，如果这次对方的证据被鉴定为是真的，那么这场官司将对你们十分不利。您还有信心赢下这场官司吗？林先生，网上传言被告人楚乔是被冤枉的，原因是你们之间曾有过过节。关于这个说法，您怎么看？纯属谣言。我当时打着官司，是为了维护女儿的公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赢，因为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如果污蔑他人清白的人也能代表正义，那么我想这种正义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被告人律师，这段话我原封不动地送给你。距离开庭时间还有1分钟，请双方尽快进场。放心吧，楚乔，只要等鉴定结果出来，证明你案发的时候不在现场，刚才那条视频，还有那个饮料瓶子上的指纹就会不攻自破，你很快就会无罪释放。喂？什么？我马上就来。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你来干什么？根据法律条例，若我方有意和解，可以与被告人进行一次商谈。跟你们这种人，我没什么可谈的。楚先生，若我说我跟你谈你女儿楚影相关的事情，你也不愿意谈吗？因此，被告的不在场证明成立。审判长，
既然如此，那么原告方提出的带有我当事人指纹的饮料瓶，是否也不能作为证据？毕竟在那个时间段，我的当事人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审判长，我这些有异议。我方证据虽有40分钟的时间偏差，但不能排除被告人先对我当事人进行了猥亵，再回到公司制造不在场的证明。我说的对吧，被告人？为了你的女儿，好好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原告方律师，你的观点不符合逻辑，因为我当事人的公司距离案发现场距离非常遥远，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现场，因此你们……别说了，是我做的。啊？真是超居然承认了是他干的，真是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刑事明明对他大好啊！还能是因为什么呀？肯定是因为演不下去了。这个人渣还不如早点承认罪行，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你在说什么呢？我们马上明明胜诉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是用你的后半生来应平安法。我们马上明明胜诉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是用我的后半生。顾先生，若是我跟你商谈跟你女儿楚颖相关的事情，你也不愿意谈吗？楚先生，既然你这么关心你的女儿，那你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吧？宝贝儿，这个叫平安镯，是妈妈专门去寺庙里给你求来的，给我的宝贝儿戴上，祝你永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永远都幸福。谢谢妈妈。你根本就不会做我爸爸。他妈混蛋！你又做了什么？楚先生，你要这个态度的话，那就没必要谈了。你们冲着我来，我杀我的女儿。我们想要你。你为什么搞我？是因为林豪那个王八蛋。不，跟他没关系，是因为你养了一不干净的东西。楚先生，下午开庭。我想得到我想要的结果，不然你也别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现在是7月19号下午2点整，619猥亵未成年少女案再度开庭。哎，快看，开始了！你们说这个楚乔他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林查查那边拿出了这么多证据，都指向了楚乔，我感觉这个肯定就是他做的。也不好说，万一是伪证呢？还是等法庭的鉴定结果吧。经本庭专业人士的鉴定，双方给出的视频证据都是真的，没有经过更改。经双方2个视频的对比，被告方提供的视频证据能够清晰地拍到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而且能够认出被告本人，因此被告的不在场证明成立。是我做的。这个楚乔怎么突然就认罪了？这形势明明对他大好啊！林查查那儿啊，肯定还有更好的证据可以坐实他的罪证。他呀是觉得自己赢不了，想早点争取宽大处理。这个王八蛋就应该早点认罪，浪费我们这么久的时间。他们是不利用小颖威胁你认罪。你以为你这样做，小颖就真的安全了吗？他们就是想让你这样就范。只要你还在法庭上，他们就不会对小颖动手。假如你和人小颖这一辈子都会顶上罪犯女儿的头衔。你以为他的朋友会瞧不上他吗？他会被身边的人看不起，永远都抬不起头来。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
只要胜诉，小颖才会真的没戏。审判长，既然被告人已经承认犯罪事实了，那我想法庭可以直接宣判了吗？审判长，请等一下，刚才我当事人的发言是基于庭审的压力，我想应该再跟他确认一次。书记，被告人，出于对法庭的公正性，我还需要向你再次确认一下，你真的认罪吗？为了指认这个案子的凶手，这原告的证人居然是楚乔的女儿，她不会也是来指证楚乔的吧？女儿指证爸爸，这桥段有意思了。哎，楚小姐，别走啊，还没聊呢，请坐，请坐。这个事情啊很重要啊。楚小姐，你是不是很恨你父亲？现在有一个让他付出代价的机会，你可要抓住。我是恨他没错，但不代表会帮着别人去诬陷他，更不可能帮这种烂货说话。还放什么屁呢？再给老子说一次试试！我太放肆了你！你坐下。妈的！如果我说楚乔就是害死你妈妈的凶手呢？楚小姐，够了你！我不想和你吵架。莹莹，莹莹。虽然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但是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楚小姐，你是他的女儿，他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他自私自利，为了钱什么都不在乎，况且是一个已经丝毫没有感情的妻子。楚小姐，我真的很同情你，但我也没有办法，证据就摆在这儿了。很简单，楚小姐，我们需要你出庭做我们的证人，指控楚乔就是猥亵林查查的凶手。不知道楚小姐能不能？只要能让这个人渣付出代价，我什么都可以。楚小姐，能不能借你的水壶用？我不认。又说不认罪了，这是把我们当猴耍呀！这种人渣就应该坐一辈子牢，把牢底坐穿。楚乔，我向你保证，小颖绝对不会为书了。记，现在庭审继续，原告方律师请继续发言。审判长，我申请我方3号证人出庭作证。允许。莹莹，莹莹，莹莹，你没事吧？莹莹，
这位姑娘不光是我方证人，更关键的是，她是被告楚乔的女儿。楚小姐，你今天出庭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指认这个案子的凶手，只要能让这个人渣付出代价，做什么都可以。楚小姐在案发当天目睹了被告人企图对我当事人侵犯的全过程，当然让她出庭，我费了不少功夫。毕竟她是被告人的女儿，如果指控一旦成立的话，她会背负不孝女的骂名。她为了正义，为了将罪犯绳之以法，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出庭作证。晚上莹莹怎么会在那里？是你逼他这么说的。看来那个周律师讲的是真的。那天晚上，他真的是看到了楚乔猥亵林查查，不然不可能这么激动。这楚乔还真是个畜生，猪狗不如，难怪呀，连他女儿都要出庭指证。肃静，原告方律师，请回到你的律师席。这个官司你输定了。是吗？原告方3号证人，现在请你继续发言。那天晚上，我确实是在案发现场。那天晚上，楚乔根本就没有猥亵林查查，这一切都是他们对楚乔的诬陷。想靠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就掩盖事实的真相吗？这个楚颖不是原告方的证人吗？怎么突然反水跟楚乔讲话了？突然这么玩一手，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楚小姐，这边。咦，检察不是可怡姐找楚颖吗？真的是他，我们得赶紧告诉可怡姐，毕竟她之前帮过我们。你好，叶律师，我和小军刚刚看见楚颖了，她好像跟周律师走到了一块儿。什么？我马上就来。你来干什么？林豪他们找你，跟你说了什么？你找人监视我？他们是不是威胁你，让你做伪证陷害你爸爸？这帮人真是是又怎么样？只要能让这个王八蛋付出代价，我怎么样都是可以的。他是你爸爸，更何况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帮这样的人去害你爸呢？他的确没有猥亵林查查，但是他害死了我妈。你都知道了。他明明知道我妈妈心脏不好，他为什么要故意跟她吵架？为什么要推倒她？为什么不接她最后一通电话？他怕我妈跟他离婚后分他的家产。你不用劝我，只要能把这个王八蛋给送进去，我做什么都可以。你知不知道，害死你妈的人根本就不是楚乔。看到那个视频，我见到过的，是他把我妈妈推倒，独自离开，我妈妈才心脏病发作的。这个视频记录了你妈当天死的时候所有的情况。不要怪我，不要怪，就怪你的老公，非要坏我的财。求求别
现在怎么办？我爸爸已经被他们逼得那么紧，而且玲玲爸爸的下场我也见过。玲玲当时没有机会，但你还有机会。朱茵，你愿意相信我吗？那你听我说，你就按照林浩他们跟你说的去做。对了，这个项链是我在案发地点找到的，你看一下有没有帮助。这个项链有问题，这有可能是最关键的证据。快走，快去！刚刚林豪他们找到了我，想让我做伪证，以此来陷害楚乔。审判长，刚刚我方休庭的时候确实找过楚小姐，但是为了了解6月19号当天的一些经过，楚小姐说的什么伪造、陷害被告，这个纯属无稽之谈嘛。审判长，我有证据。楚小姐，周先生请你进去。很简单，楚小姐，我们需要你出庭做我们的证人，指控楚乔就是猥亵林查查的凶手。关于出示的这段音频，我们会找专业的人士进行鉴定。如果是真的，我们会对你方的违法犯罪行径进行法律的追究。另外，被告方2号证人，你在6月19号当天有没有目睹作案的全过程？如果有，请如实说来。那天晚上，我确实不知道案发现场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在现场捡到了一条项链，就是它。那个东西为什么会在他手上？我的莹莹真棒，你呀又拿了小红花，简直是跟妈妈一样优秀。莹莹，你现在都是大孩子了，可以给妈妈做饭吃了，你太贴心了。有你这么好的小苗，妈妈永远都幸福。莹莹，这都快熄灯了，你去哪？我想去看看我妈。哇，查查姐，这项链可是限量款，全球都不到1000条，这可不便宜吧？这个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怎么拿些钱来衡量呢？幸福吗？哎，喜欢吧？你叫一声查查姐，我就把它送给你。这种档次项链啊，我男朋友送了我10几条，我也带不过来。别丢了。一个家里破产的穷鬼，还这么能装啊！这个楚颖不是原告方的证人吗？怎么突然反水帮楚乔讲话了？突然这么玩一手，这个楚颖不会跟楚乔商量好的吧？我倒觉得没那么简单，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隐情。审判长，
我方3号证人与被告人存在特殊关系，不排除他为了脱罪而临时改变证词，所以我方申请将我方证人楚颖小姐撤销证人请求。原告方律师，刚才这位小姐出庭的时候，你说她是为了正义将犯人绳之以法，才会做出这么大义灭亲的决定。那现在怎么又会变成为我当事人脱罪而临时改变证词呢？审判长，我申请让这位楚颖女士暂时作为我方的证人，至于她的证词是否生效，请听她讲完再做决定。原告方3号证人，我代表法庭再次询问你，你是否愿意转换立场，为被告进行证明？我同意。好，请被告方2号证人继续发言。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刚刚林豪他们找到了我，想让我做伪证，以此来陷害楚乔。就是他。这是怎么回事？快想想办法！这个人都要爆出来，我得把他当闭嘴！审判长，这个项链并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相反，它能证明他对我当事人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导致项链掉落在地上。所以我方申请将这个项链列为我方证据，暂作保存。审判长，请等一下。这条项链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只要将它轻轻旋转，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摄像头。只要我们把6月19号当天晚上的记录调查出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当事人究竟有没有猥亵原告林查查小姐。同学，你没事吧？同学，你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我靠，这个楚乔真的是被冤枉的，我们都差点害了他。不对呀，那如果是这样，林查查一家为什么要冤枉他们？对呀。开庭前，我有仔细检查过这个监视器，并在里面发现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我想就是原告为什么这么费尽心思想要让我当事人入狱的原因。喜欢吗？喜欢。贺哥，你怎么突然送项链给我？平时不都直接送包包的吗？总是要换点花样的，来纪念我们的快乐时光。Put it anywhere. Put it anywhere. 我回来！你的集火到了！大点让我听不见！你的集火到了！ No fault for the world to see. Treat my whole life as to be. Tell nobody I controlled you. I broke you just to own you. They can't tell, but I love you.你拿钱，就是因为我爸，我让你喝一口酒，你居然拒绝。这是我也要告你。你得喝，喝一点，喝一点。同学，你没事吧？
你说什么？你把项链怎么丢了？哥哥，做梦前面我……你知道什么？那项链里面有摄像头，咱们干的所有事儿都被拍下来了。如果被曝光，咱们就死定了。你救救我，哥，求求爸，有事求你。臭小子，平常鬼混也算了，偏偏在公司转型的时候还给我捅这么大的篓子。王总，冷静一下，事情发生了，现在想一想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从现在开始哪儿也别去，就给我在家好好待着。林小姐，你仔细想一想，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又遇到了什么人？全部说出来。那天晚上我是遇到了一个人，长得有点眼熟，我有点记不清了。我想起来了，他叫楚乔。对，那天我遇到是那个人。查到了，这个楚乔本地人，有一家公司，不过快破产了。如果东西是在他手上，花些钱应该可以买回来。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们两个去办，必须把东西给我给弄回来。放心吧，王总。哎，周律师啊，林老板，周律师啊，楚乔这个人我认得，他很贪。我们要是给他第一次钱，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就会赖上我们，没完没了。林老板，那您的意思是，不如我们想个办法，把他给弄进去，然后在里面再把他给……林老板，这个楚乔跟你的关系不简单吧？果然瞒不过你。之前这个楚乔害得我差点家破人亡，多亏了王董，我才能东山再起，大丈夫有仇必报。我就想借着这个事情把他给踩死。周律师，如果愿意帮忙的话，这里面的钱就都是你的了。林老板，咱们都是为了王董分忧嘛。哎，林小姐，我听说这个楚乔当初跟你有一些肢体接触，是不是？嗯。嫌疑犯楚乔，有人报案说你企图对他实施强奸，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跟我们走吧。这个林查查玩的还真花，不仅碰了那个鬼东西，居然还跟那么多人。自己不要脸也就算了，还冤枉救了他的好人。审判长，我抗议！我怀疑他们的伪造视频，他们意图攻击我当事人，别有用心，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向法庭申请，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这个项链是林查查小姐的物品，上面都是她的 DNA 和指纹，我怎么能伪造出来呢？安静。对于这个视频，我们将请专业的人士进行鉴定。如果是真的，那这个案件就不止猥亵案这么简单。视频里出现的违禁品是我国严令禁止的东西，任何人滥用都将彻查到底，而且任何人以任何的目的来诬陷他人，我们也会追查到底。放心吧，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原告陪同人林豪，原告律师周成，
现在有多方证据表明，原告林查查对控告楚乔猥亵一案事实并不存在，而且你们伪造证据，诬陷他人的清白。现在我代表法庭将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副队长，我是被蒙蔽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蒙蔽？会有相关的人员对你进行审查。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案件，跟这位林豪先生有关。这个案子是林豪导致我当事人妻子死亡的案件。你胡说！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臭婊子，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只是想为那些被你陷害的人讨回一个公道。审判长，这个监控显示，林豪在霍小玲发病的时候，故意将她的药品毁坏，导致她的病情没有得到缓解，从而死亡。他的行为无异于故意杀人。林豪，对于这份监控视频，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不可能！那个视频我明明已经删掉了，你为什么还能找得到？我们之间的恩怨，为什么牵涉到我的妻子？你为什么害死她？你这个人冒充什么好人？真的在乎他，就不会不接那个电话。是你害死了你的妻子！是你害死了你的妻子！安静，维护庭审现场秩序。林豪，你涉嫌故意杀人罪，本庭将对你进行进一步的审查，你可有异议？你凭什么审判我？朱乔，一定赢吧？你永远赢不了我，因为你才是真正的杀人犯！你这个蠢蛋混蛋，你他妈害死我了！我去你妈！弄死你！619猥亵未成年少女案正式结案，退庭。有请法医。经鉴定，被告方呈上的证据视频并没有修改痕迹，里面的视频可以作为法庭判罚的直接证据。另外，经血液鉴定发现，原告林查查体内确实存有违禁品的成分，可以确定他确实使用过违禁品。审判长，现在事情已经明了，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是原告林豪想要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陷害栽赃我的当事人。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原告林查查一方控告被告楚乔猥亵一案，由于证据不足，因此本庭宣判被告人楚乔无罪，当庭释放。视频里王某的犯罪行径，我们会向上级汇报，并且对其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追究。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帮我？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一个好人被人随意的冤枉。玲玲，姐姐送来一些冬季的衣服，还有零食，拿去。叶姐姐，你已经对我很好了，现在还能上学，也多亏了你的帮助。其实，你不用把我爸爸的死算在自己的身上的。我只是想力所能及的帮忙。叶姐姐，我学校里还有一个同学叫楚颖，我想他应该更需要你的帮助。楚颖，近日619猥亵案的嫌疑犯已被抓获，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是我市著名企业家楚乔。可惜啊，小林不在了，即便是赢了官司，也无法弥补我对他造成的伤害了。小林虽然不在了，但是你家里还有人在等着你啊。
小雅，爸爸错了。我还没有打算原谅。这都是我咎由自取。哟，飞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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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蛋糕来喽！爷爷，许个愿吧。我希望爸爸妈妈一直健健康康的陪在我身边，不要离开。圆圆，爸爸妈妈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会永远陪着你的。周末学校有家长会，你要来吗？爸。好。爸，怎么样了？一会儿派人送你出去，出去以后别再回来。爸，我不想走，我也不能走啊！想想办法。我是你儿子。你好，我们是警察。你涉嫌举证淫乱，私自持有违禁品，我宣布让你逮捕。爸，爸，他们抓你儿子呢，爸！我是你唯一的儿子，你救我呀！今天咱们灵影公司正式成立了。这笔500万的订单，咱们公司拿下了。好，所有人公司翻倍。好，月底啊，咱们去三亚团建，所有费用公司报销。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还没有。你们，舒总，我说过，我们都会回来帮你的，我们一起重新再来。重新再来，重新再来。春莹，你被科伯利音乐学院录取了。老师，我不想学音乐了，我想正常的读高中，考大学，毕业之后当个律师。我想像他们一样，能在别人陷入危险的时候，勇敢地伸出援手。我向法庭申请成为楚乔的辩护律师。这个案子还需要律师吗？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没有人帮你们，我来帮你。能在别人被冤枉的时候站出来，反对整个世界，只为找出真相。如果有人诬告你做了一件你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的家被砸烂，你的亲人被人肆意的侮辱，你会服气吗？在证据不完整的情况下，就对我的当事人进行精神和人格上的侮辱，难道这是合法的吗？他们都是想做一件见义勇为的事，被人冤枉；他们都是被这些不明所以然的人被人侮辱，他们是想夺回属于自己的清白。我想成为他们一样的人，一个可以无私帮助别人的都市英雄。